Master Willem, I've come to bid you farewell. Oh, I know. You think now to betray me. No, but you will never listen. I tell you, I will not forget our adage. We are born of the blood, made men by the blood, undone by the blood. Our eyes are yet to open. Fear the old blood. I must take my leave. 你是否在意过音乐？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？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，我是笔记。这期内容较为深入，我会尽量深入浅出。如果有模糊的地方，欢迎在留言区提问，也欢迎和感谢各位资深玩家的协助解说。那么我们进入主题 ：Ludwig, the Accursed and Holy Blade。灵魂音乐越来越热门的一个系列，这是一首来自以高难度闻名的游戏《血缘诅咒》其中 BOSS 剑圣路德维希的主题曲。这首曲子充满绝望、愤怒与哀伤，但在这片几乎将人拖入深渊的泥沼中，又燃烧着强烈的信念与不屈的自豪。一首乐曲能承载这么复杂的情绪，本身就极其罕见。人家把路德维希内心的挣扎描述的比宫崎英高还要清楚了。这不像我们还要自己拼凑半天。是的，血缘诅咒的故事虽然艰深隐晦，音乐的情感表现却是十分的直觉。纵观同类型作品，血缘诅咒的原声带在各平台上的播放量都名列前茅。说它是虐玩家游戏中的音乐标杆也不为过。这其实有点反常啊，因为 From Software 的游戏配乐通常是服务剧情和营造压抑世界观的，除非你是玩家，不然纯听音乐很难产生共鸣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非系列粉丝听了会觉得哇，好厉害，好壮阔，但大概率不会加进歌单里面啊。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首曲子如此特别呢？这就得回到一点游戏背景了。血缘诅咒的世界观浓厚的糅合了克苏鲁神话的风格，在诅咒缠绕的古城亚南中，流传着能治百病的血疗法，吸引无数亚南居民与外乡病患前来就医。在这里，治愈教会将救神之血注入人体，神奇般的治愈了各种疾病。这份奇迹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成瘾，各势力对救神之血展开了无止境的追逐，推动亚南走向一度的辉煌。然而，血疗法也是灾厄的根源。接触救神之血的人们开始出现野兽化症状，瞳孔溃散成糊状，渐渐失去人性，受灾席卷了整座古城。为了维持人民对血的信仰，治愈教会选择了极端手段，屠杀并焚毁了旧亚南。路德维希正是治愈教会最初的猎人，他成立了教会猎人组织，带头猎杀这些恐怖的野兽和怪物，手持神圣月光大剑，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。但同样接受了血疗的他，最终也无法逃离兽化的命运。当玩家循着虚弱的求救声抵达地下道时，眼前所见的只是一头践踏尸骸在腥臭血池中咆哮的怪物，那声声呼救也在低沉的兽吼中逐渐消逝。Please help us. An unsightly beast. A great terror looms. Ludwig is coming. Have mercy. Have mercy upon us. 好，这时候第一阶段的音乐会响起，充斥着忧郁与疯狂，不协和音贯穿全曲，像无形的荆棘缠绕在耳畔。
什么是不协和音呢？简单理解就是那种让人感到不安、刺耳的音程，常被用来描写恐怖未知的氛围。主题展开后，旋律以大量半音阶堆叠，再搭配跳脱传统规则的和弦进行，使曲子在保有强烈旋律感的同时，又让玩家感受到压抑，充分地展现受诅咒的路德维希最野性和失控的一面。紧接着的第二次主题，一模一样的旋律，却采用了较为饱满的和弦，让玩家被不安感吞没的同时，感受到不完善的满足，比起纯粹的空洞，更增添了史诗感，不断提醒玩家。你面临的是曾经的教会第一猎人，最强大的野兽。混沌、饥渴、野蛮。第一阶段的音乐在维持旋律性的前提下，极尽所能地传达失控与崩坏，让人为这位堕落的英雄感到深深惋惜。曾经的猎人成为了猎物，沦为追逐鲜血的怪物。当玩家对路德维希造成重击后，他痛苦地倒在地上，背上的神圣月光大剑顺势掉落，矗立在路德维希眼前。一道微弱而坚定的绿光映入路德维希溃烂的双眼，原本空洞无神的眼眸，随着那道光芒再次闪耀起微弱的意志。You were at my side all along. My true mentor, my guiding moonlight. 第二阶段的音乐响起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合唱揭开序幕，逐渐融入其他管乐器，伴奏也转化为华尔兹节奏。随着和声愈发丰厚，氛围从空洞与不安推进到庄严与壮烈，最终以令人心满意足的 E 小调带领我们进入主题。从这里起，和弦进行变得相对舒缓，比起第一阶段更显辉煌与神圣，象征着路德维希的转变。他凭借意志找回了残存的人性。战斗的姿态亦不再如野兽般狂暴，在月光的引导下，教会第一猎人挥舞着神圣月光大剑，展开一场宛如骑士般的决斗。然而，这份庄严中仍隐含着不血与撕裂。进入曲目高潮时，不协和的音群交错其中，配合2小节敲击一次的拔声与急促的爬音，将情绪推向极致。路德维希并非圣人，他深知自己所猎杀的野兽也曾经是人。他承受过无数谴责，即便坚守信念，也无法摆脱悔恨与自责。复杂情感交织之下，这首乐曲细腻描绘了他的绝望、窒息、炽热与执念。而除了跟故事的高度契合以外，这首主题曲还拥有相当厚实的制作背景。相信听过的玩家们也都会有一个想法：血缘诅咒的原声带听起来是不是比其他魂系列作品还来得精致啊？是的，这不是错觉。即便是在这之后才出的《黑暗灵魂3》，在音乐的动态表现上，似乎也未能达到血缘诅咒的精密程度。而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魂系列音乐仍以实录搭配 MIDI 模拟为主，就是用作曲程式的采样去编曲了。血缘诅咒和艾尔登法环则都是主打完全实录的，更别说血缘诅咒录音地点可是在世界知名的 Abbey Road Studios 和 Air Studios， 前者是世界上最具历史和声望的录音室之一，后者则是教堂改建的录音空间。
两者皆以自然混响和卓越的声学设计闻名，能容纳超过100位音乐家同时录音，呈现接近现场演出的效果。像《哈利波特》《星际大战》等知名的电影配乐都是在此录制。有去现场听过完整编制交响乐团的朋友们，应该能体会那种穿透力与整体感，完全不是在家戴耳机听音乐能够比拟的。血缘诅咒的录音可以说是最大程度地呈现了这种感受。如果你有好的音响或是耳机，差异将更为明显。除此之外，血缘诅咒也拥有最庞大的作曲阵容，足以看出 From Software 和索尼对这款作品的重视程度。那么接下来是有关命名的部分，我想不少人应该也都意识到一件事情，路德维希月光难不成这首歌跟贝多芬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应该只是宫崎英高的曲名喜好而已啦。不过我也思考过，既然都花了这么多时间让音乐去配合故事了，也许在设计上跟《月光奏鸣曲》有所呼应也说不定。虽然两首曲风迥异，但共通点确实存在。两者都是小调，运用了半音阶与减七和弦等手法。我想这首在创作时多多少少还是有意识到这些部分的。差别在于贝多芬运用这些技巧来让气氛更加朦胧平静、细腻而内敛。路德维希的主题曲则是将这些元素强烈表现，持续制造冲突，张狂且猛烈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期所有内容了。其实我本来是想要避免过多提及专有名词的，只是思来想去，还是想要传达这首歌的设计理念。毕竟宫崎英高游戏向来以挖掘细节、拼凑剧情为乐趣，系统设计也处处呼应故事，那谁说音乐就不能摊开来细细探讨呢？很多人认为路德维希最后的心境展现的是一种决意，认为他被教会蒙在鼓里。我则是认为音乐的设计揭示了他更为人性化的一面。其实教会做了什么事情，他应该心知肚明啦，只是他无能为力，只能寄望教会最终能找到解决兽化的方法。神圣月光大剑让他拾回人性，却也迫使他再次面对现实。他究竟是无辜善良，还是穷凶极恶？恐怕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去解释。一方面，他屠杀小渔村，焚烧旧亚南；另一方面，他积极建立防卫线，拯救受苦之人。无论他是否是决策者，他对自己的行为无疑感到懊悔。我们所知道的是，盖棺论定，塞门给予的最后评价是：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。He was a true hero, and earned that much at least. Here, this is Ludwig's guiding light, the blinding thread that led and misled that consummate hero, a poor brute. 这首曲子无疑丰富了他的故事，让路德维希的角色形象更加立体。至于指引他的月光是不是只是股神对他开的玩笑，我们无从考证。或许将他引领至疯狂的只是他自己的执念也说不定。我很高兴能向大家介绍这首歌，接下来也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值得一聊的游戏音乐。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。Good hunter, have you seen the thread of light? Just a hair, a fleeting thing. Yet I clung to it, steeped as I was in the stench of blood and beasts. I never wanted to know what it really was. Really, I didn't.